SW 有3个快捷键啊，它其实有上百种，但是说你记不住，我现在我就告诉你3个 Alt Ctrl Shift， 因为你只要会这3个，就够你打天下了啊。Alt， 你当我摁 Alt 的时候，上面的菜单会变化是吧？摁一下 Alt 变成文字菜单了，再去掉 Alt 之后又变成这个了。然后旁边有个钉子，你把这个钉子点上，所以就相当于把整个菜单都给你固定了。没什么区别，其实是右边的菜单是一个简化的菜单，左边的菜单是一个正儿八经的文字菜单。咱用这个正儿八经的文字菜单，当你新建的时候，你会碰着3个图标，一个叫零件装配工程图。既然你学这个了，恐怕什么叫装配，什么叫零件，什么叫工程图，你知道吧？大概应该只知道啊。这是3种环境，其实不止3种环境，还有一种环境叫做草图环境。但是这个东西我需不需要给你详细讲？因为我们在这个讲课程的过程中啊，必然是会用到这个，所以说你不需要知道。你现在只需要知道，我们现在要干最简单的事儿，就是干一个零件啊。这个零件打开了之后。你就会有看到界面是这样的啊，这里边有很多选项卡，这叫做选项卡，每一个选项卡都不一样。你呢用得着的一个是草图，一个是特征，只有这2个东西。然后你在你的界面上会发现有个这么个大圆点，这是个坐标系的圆点哈，是一个空间的圆点。咱假设几何空间里边有那么一个最原始的地方，它叫000。X Y Z 都是000，你看到左下角的界面哈，这块是一个坐标轴的方向，它给你指定了哪些方向。当箭头你看到这个 X 了吧 ？X 往右指的右侧的时候是一个正方向，轴 X 轴反方向，这就是一个负方向。你要记住，这是矢量方向，矢量方向哈，就是说你这个任何一条线都是有矢量的，是有方向的。然后我们开始做一个最简单的，最简单的画个。圆儿，我先选择了一个基准面。你看我做图的时候，不是说你想怎么画就怎么画，你先要选一个面。你这个草图在哪儿啊？我先选择前视基准面，然后点一下草图，按一下草图绘制。现在这个状态，这就是一个草图环境。然后我随便画了个圆儿，这画这个圆儿好吗？不好，我跟你讲哈，我们。宣讲课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我要纠正你的一些习惯啊。有很多人做图是不讲究这个的，你要背下来，强制自己背下来。你所有的草图一定要跟原点挂钩，一定要跟原点靠上。你看当我靠上之后啊，这多了个小绿点，这个小绿点是什么意思？小绿点的意思啊，是一个约束关系啊。小绿点的意思呢，就是一个约束关系。什么约束啊？约束我这个圆的圆心，你看鼠标不动哈，鼠标不要动，它会有很多悬浮提示，它上面是不是写了一个重合呀？这个重合啊，零件的点2和原点是重合的，这就是一个约束关系。所有的草图啊，我现在只能把这个圆放大缩小，但是我想把这个圆挪不动，看提示了吧？啊，不能拖动缩小，项目已固定，对吧？往下哈，你发现我动鼠标的时候，你看你有几个你鼠标有几个键呐？你鼠标如果很牛逼的人，可能一大堆键哈。但是说正常来讲，你要把咱的鼠标想象成双飞燕哈，只有一个左键，一个右键，一个中间还有加一个滚轮哈。这个滚轮上下滚的时候，它会放大缩小，上下滚的时候放大缩小，然后摁住滚轮。滚轮是可以往下摁的哈，摁住滚轮，然后你看这个鼠标会变换成一个球，哎，然后我左转转，右转转，它就变翻跟头了，它这就是鼠标的3个操作。你的左键是干嘛的？右键是干嘛的？你这个自己去体验去，一样一样体验哈。然后呢，我说把这个鼠标，这是已经操作告诉你哈。然后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咱画了一个草图，然后要给它一个尺寸。这个尺寸，这上边有一个智能尺寸，下边有一大堆方法。用不着你记其他的，你只记这个智能尺寸就行了。光这是智能尺寸，下边的东西有用哈，咱在讲课的时候会逐个给你渗透。你先记这个，点这个智能尺寸，然后你发现你的鼠标变形了哈，上面有个小箭头，点一下圆，哎，点一下圆之后，然后放旁边，旁边让你输入一个正儿八经的尺寸，咱输入100。哎，这100是什么？你看左边是毫米，100毫米 ，mm 代表毫米哈，然后确定一下，然后你这个草图就相当做完了。这个毫米是从哪儿确定的？你看这里边有个自定义哈，这是什么？这叫做单位系统
啊，你的草图是按照厘米来画的，还是按照毫米来画的，还是按照米来画的？做工程呢，可能就要米、公斤、秒，可能这么画哈。咱们正常来讲呢，一般情况下都是 mmgs， 这是一个最通用、全世界最通用的一个单位系统啊。单位系统就是毫米克秒这么个单位。然后当我选完这个之后，然后你这个草图啊，为什么变灰了？啊，灰色代表的是你现在已经退出了草图状态。你发现我们这个草图原本是刚才我点上的时候，它是陷下去了，是吧？这个你得先选中草图啊，然后再点这个草图，点这个草图绘制，然后你发现这个图标陷下去了，然后你现在是草图处于激活状态，这叫做草图环境。当你再点一下子，退出了啊，是吧？变成灰色了。灰色的时候，你对这个草图是改不了的。为什么要先点草图再点它才能激活这个草图？因为呀，你一个基准面上可以建若干的草图，你可以在旁边再画一个圆哈，看到了吧？这边一个草图，两个草图，哎，这两个草图是不同的。当我点第二个草图，再点草图绘制的时候，我现在激活的是第二个草图，这个草图和它是同一个基准面，都在前视基准面上，但是它俩是自己干自己的活儿。所以说你要知道我们在激活哪个草图。当我激活这个草图的时候，然后我才能干这个草图；我激活另一个草图，干另一个草图。然后你还发现一个什么事儿啊？这个你看这些特征里边哈，现在这块好像不太明显哈，这个看不出来。有些特征全是黑的，为什么是灰的？当你的状态适合于做特征的时候，你才这些鼠标这些光标才会亮起来。你的特征不适合于做这个东西的时候，它就直接给你掐断了，让你干脆就点不了，因为你这东西是，什么东西都没有的，你根本做不了拉伸，做不了这个切除。所以你要明白基本状态。这里边有很多，这叫做选项卡哈，这是我们家插件。你通常来讲的话，你能看到前这么多几个哈，这些选项卡，假如是灰色的，说明你的草图，说明你当前的环境不适合于使用这些命令。当你不适合使用这些命令的时候，它就会用灰色的给你干掉，让你不允许你干啊。那么现在处于什么状态啊？咱处于的状态，因为这个草图还是亮着呢，所以说它还在草图状态，你要把它退出来，退出来之后，然后你现在处于一个零件环境，零件环境的话，你发现这里边的图标又亮了是吧？亮了之后，那么它说明它想让你干点事儿。我们点这个拉伸图台，拉伸图台，你看所有的提示，我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啊 ，SolidWorks 提示它的中文绝大部分的翻译它是很不错的所有的提示，你不要像某些国人哈，他用国外的软件从来不看提示，这是傻子干的我告诉你，所有的提示都是有用的先把提示看明白了，看不明白你再去网上去搜那个各种指导教程去我要做一个拉伸，他说要选择一个基准面做一个横断面，或者一个现有的草图做拓征那么你就点一个草图，你发现当我选择一个草图之后，然后左边这个选项卡可以用了是吧？选项卡可以用了之后，然后这就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拉伸图台。这个拉伸图台为什么我这会儿可以拖动你要知道这块有个 Instant 3D，Instant 3D 又是一个高级操作技巧你现在知道我可以这么拽。唯一的理由就是这个按钮是被激活了的。实际上，我们正常做图的时候，用到这个东西很少，因为它太不精确了我们通常来讲是要拿手敲进去，敲个80然后你看金黄色的，这是给你预览的你的结果，然后点一下确定，这叫拉伸图台这就已经做完了。然后当我做完这个拉伸图台之后，你发现这里边一大堆东西都亮了，是吧？为什么一大堆东西都亮了？因为你现在的条件已经具备了使用其他特征的条件你这个零件已经具备了这个特征，所以这些选项卡才会亮起来，让你可以用了。然后我要说这个你看我这会儿写的是啥？零件4加了个点儿是吧？加了个星，这有星的状态，说明你这个零件你现在画的东西还没保存呢，那么你就文件保存 Ctrl+S 保存一下，然后保存到我们的导了个路径然后那个保存，你现在这文件你发现了上面变了是吧？
星儿已经没了，换成那个 SLDPRT，这个你可能记不住啊，记不住没关系啊，你不用记，你现在知道只要没有星了，这说明这个文件已经保存过了。第二个事儿，我选择面儿。刚才我做草图的时候，我是选哪儿了？刚才我做草图的时候，我选的是前视基准面，然后我画草图。当你做第二个草图的时候，是不是还需要用这些？如果能用这些，是最好用这些的。但是当你做图的时候，绝大部分的情况下，你是需要基于前面的特征，然后选择前面的特征，然后画那个做草图的。你能不能使用圆柱面做草图啊？不能，你只能选择平面，然后我们再做个圆，还是草图画个圆。画个圆的时候，同样你发现这个东西亮了是吧？最重要亮的是什么东西？是这个位置。啊，它给你把圆心直接给你点出来了，同样和之前一模一样的。你画草图，仍然我要强调你一定要不能这么干，这么干是个傻子干的。然后你把它点到，然后拽过来，把它拽到这里边和这个东西同心，然后你这个固定同心配合，这就相当于给这个草图增加了一个同心配合哈。然后你或者是怎么着？我先点亮这个绿点，删掉它，删掉它，相当于你这个圆不同心了。你现在是可以拖动的，或你可以点一下这个点儿，然后再点一下这个圈儿。这时候一个点它，一个点它，我要按 Shift， 看到了哈。我点 Shift 的时候，这两个东西都已经亮了。然后你这会儿选一个同心，你就相当于把这个操作叫什么操作？添加约束。啊，约束谁？约束的是这个圆的圆心啊！点一下确定，哎，这个圆心配合，这就已经你发现了这个小绿点已经变了一个东西啊，变成一个同心配合。然后你这个尺寸同样是可以调的，这块和刚才是添加智能尺寸一模一样的。智能尺寸我刚才是这么干的，是吧？哎，你发现这个，当你鼠标移动的时候啊，这个尺寸的表现形式不一样。这个表现形式有没有价值？有价值，我告诉你啊，当你做工程图的时候，这个表现形式是很重要的。但是现在你不需要知道这个东西，你只要随便给一个位置就得了。咱就给它60，哎，60完了之后，然后你注意到草图的颜色呗。啊，刚才我草图的颜色是蓝色的，对不对？啊，现在它怎么变黑了？变黑了的意思叫做完全定义。草图啊，蓝色的时候，说明你这个草图是可以动的。啊，你做图要有一个好习惯，就是说你做的任何图啊，绝大部分绝大部分啊，你一定要是黑色的草图，才能确定你这个，才能保证你这个图是最理想的。来熟悉第二个命令啊，第二个命令哈，刚才一直给你画圆了，画懵了是吧？先选中目标圆，再选等距实体。等距实体咱刚才说了，黄颜色的都是给你预览的，你发现旁边又出了个圆是吧？那么参数是什么？5毫米，哎，缩小了；10毫米，放大了。可以直接点这块反向哈，就变成从外圆变成里圆是吧？然后直接确定，哎，确定了之后，然后你发现另一个圈已经被画出来了。那么你这个画完了的东西怎么改啊？画完了的东西这会儿是不是有尺寸啊？只要你画任何已经用标尺给你标定的东西，已经是完全定义的草图的话，它旁边一定有尺寸，双击这个尺寸。啊，或者单击其实也行啊，你比把它改成5，是不是变小了？这个60呢，给它改成70，是不是变大了？这个草图你都是可以编辑的。然后我们还做拉伸。哎，我这块没有退出草图啊，没有退出草图，这只是一个简化方法。实际上应该用拉伸图台，然后再点这个。实际上应该在零件环境，然后点草图，然后拉伸图台，其实都一样哈，哪个都成啊。它只是帮你简化一下，从草图环境直接切换到零件特征，然后给你拉伸图台之后，拉伸多长？比如说拉伸个16吧，咱就随便选一个尺寸啊，拉伸16。哎，这就是拉出来一个凸环。接下来下一个命令哈，草图。有些时候你会选不中啊，你选不中的时候啊，按 Shift， 你发现你选每一个东西啊都很容易了，就是按住 Shift， 就是这个 SolidWorks 啊，有些时候当你的零件里边的太复杂的时候，你想选一个很精细的位置的时候，你是选不着的。那么你按住 Shift， 它就只挑你屏幕上能看得见的。我点一下这个 Shift， 然后点同心圆，然后呢我再给个同心，然后呢
确定也可以，或者直接到特征里面。因为我刚才跟你说了，只要你条件适合于干某个特征，那么这个特征一定会亮的。那么你就拉伸切除，然后那个拉伸切除是怎么的拉伸的？你可以像刚才一样给参数，你注意这颜色很淡啊。那么我给个50，你看它这个尺寸变了是吧？我也可以直接一直给你个拉伸拉伸这么老长，148了是吧？那么你可以给参数，也可以通过这里边的一些方法来给你指定的你要拉伸的效果。比如说这块给一个完全贯穿，什么叫完全贯穿？完全贯穿这还是两者啊，两者是因为这块我勾选了方向2。你看我这个草图啊，你做的特征是有方向的。当我勾掉一个的时候，我的特征这个金黄色的直往左边来是吧？我如果把另一个那个特征也给你勾上的话，它就是往右边来，但是右边是空的是吧？所以咱先不讲它，咱先把它去掉。然后呢，完全贯穿，完全贯穿是这么个意思，从这个面一直贯穿另一面，然后确定，哎，然后你这个洞啊，你这个窟窿就挖出来了。我现在已经手头我已经有3个特征了是吧？这叫特征啊！你每干一件事儿都叫特征，这是一个特征，这是一个特征，这是一个特征。你是不是需要检查一下？你发现我给你看一眼哈，你这个里边3个特征有什么区别？这个草图它的图标和这个草图图标和这个草图，它俩是一样的啊，它和它也是一样的。这块有个减号，你发现一个括号一个减号，这减号啥意思？减号说明你这个东西是个未完全定义。刚才我跟你说了，草图它如果你点这个草图，然后用编辑草图，或者是你点这儿啊，这也可以。编辑草图，你发现这个草图它是蓝颜色的，没给尺寸，对吧？你想把它做成完全草图，那么你就点一下智能尺寸，然后给它一个尺寸啊，52，那就52啊，然后退出草图。哎，你发现这个草图和它一模一样了是吧？因为它俩都是完全定义的。啊，我们看看我们画的东西啊，画的东西你从这个位置是可以挑角度的，这叫做等轴测，这叫右视图。从这个等轴测的位置，然后我观察一个，这是一个最立体的一个图形是吧？啊，这个最立体的一个图形，这是你可以看到你这个结果。然后我们添加一个圆角啊，圆角是所有做外观的一定要学的东西啊。点一下圆角，哎，先点，这回我先点圆角了。我是什么状态？我是零件状态，选择圆角的各种方法。你还要记住一件事儿 ，SolidWorks 给你第一个给你展示的功能一定是最常用的。你要不要去熟悉其他的东西？当你的水平越高的时候，你会慢慢的，你会把这些东西一点点自己去抓的。所以说，你暂时不需要去看他给你展示的第一个命令，那么就是你需要关注的。我现在要给这个地方一个圆角，哎，给这么地方一个圆角啊，它啥也没变，什么变化没有。为什么没变化？因为你这个尺寸太大了。刚才我给的尺寸很边沿，我比如说我要是给它个3毫米，我再确认，哎，3毫米确认了之后，你如果发现没有变化的时候，你一定要把这个完整预览勾上。这个预览部分预览也可以，完整预览这两个其实没什么大区别哈。但是当你做这个比较复杂的时候，这个会影响你的性能啊。对于你一个初级选手，你就记着完整预览就得了。然后呢，确定其他选项要不要管？不用你管啊，咱以后一点点的前进。然后我现在我们看看我们做了这个圆角之后是什么效果？你看这块多了个圆角是吧？这是一个圆角。那么我做圆角的时候，我这个圆角我现在做的不理想啊。我现在觉得我刚才做大了，那么我可以点它，我点这块是可以的，也可以直接右键快捷，直接这儿编辑特征，每一个特征我刚才给你讲的拉伸凸台了，那或挖窟窿了，这些东西都可以右键编辑。然后呢，你这块调尺寸调成1毫米也可以，或者是你发现这个地方哈，只有1条边线是吧？你还可以再加1条边线，现在是不是2条边线了？咱2毫米啊，稍微大一点。这是一个特征编辑的过程。下一个事儿啊，我现在首先我要编辑我这个，因为这个尺寸不太好哈，我现在我编辑我刚才做过的所有的东西，我要把它双击它变成10，哎，然后
为什么它不变化哈？因为你需要刷新所有的草图。当你做编辑的时候啊，一定是面临着尺寸变了，模型没跟着变，那你要点一下这个红绿灯，刷新一下，哎，你这个尺寸就变成一个合法的、合理的尺寸了，是吧？编辑另一个，我还双，你每次啊，你可以双击这里边是，这叫模型界面，这边叫做设计树。你可以双击这个模型界面，也可以双击这个特征。你每双击这个，你双击这个特征就出这个特征相关的尺寸，你双击这个特征就出这个特征相关尺寸。那么我现在我要干啥？我想把这个尺寸稍稍改一改，因为它对于我们下一个内容来讲的话会有影响，所以说我现在。双击了这个特征，然后双击这个尺寸，我现在觉得这尺寸不爽，50，我给它改一下哈，改成50。咱说了，你需要刷新界面，模型才会跟着变，好了吧？啊，那么我现在要做下一个事儿，下一个事儿，我首先要干的是选面，我这个下一个特征我要做一个阵列哈，我选这个面了。然后呢，我现在想正视它，摁 Ctrl+8，正视于它，正视于这个面。然后呢，我草图，然后选一个中心线。为什么选中心线？哈，用草图直接用直线可不可以？直线也可以，但是你要这里边有一个直线和中心线。我刚才跟你讲一个最主要的区别是什么？中心线叫做构造线啊。什么叫构造线？什么叫草图线？我现在面是不是选完了？选完了是吧？草图我已经进入了零件编辑状态，然后我用构造线。你看，我先拿构造线画啊，这是个闭合草图是吧？我拿它去拉伸图台去，我能做吗？做不了。构造线只要是虚线的情况下，我选择轮廓啊，看看能不能选不了啊，都选不了。这叫构造线，只要是虚线，你是不能拿它来构造模型的。所以。这个构造线和直线，但是我如果换成直线啊，哎，你发现这两个草图有啥区别？这个草图这里边是透明的，这个草图里边是黑的，对吧？那么我拿这个草图，你看我去拉伸图台，你发现这边是黄了哈，这边啥变化没有？啊，你要知道什么叫构造线，什么叫做草图线。然后呢，我把这个东西全删掉它，我要干我正经事儿哈，选这个面儿，然后做草图，然后做一个中心线，然后我点这个圆心，然后往上来，我干嘛？我要给它一个尺寸，要给它一个，哎，我为什么直接智能尺寸出来了？别学我哈，我认为你一个新手的话，应该直接去点位置去，啊，点这个位置，然后呢，点一下这条线。出了一个尺寸是吧？40，然后我就相当于把这个构造线了，给了它一个具体的尺寸值，但它仍然不能帮我画图，不能帮我做特征。现在我要画一个圆儿，我这个圆儿呢，在这个点，我以它为基点，我画出了一个圆儿来。哎，你看。构造线是虚线，它可不是虚线，它是实线。所以说啊，我再点一下智能尺寸，然后点一下它，然后给它个6毫米，比如说然后我拉伸切除，我刚才已经做过拉伸切除了是吧？但是给的是完全贯穿，给它的结果是从这个面一直切到这个面，然后我确定一下这一个窟窿就完了。这个窟窿做完了之后，哎，透了是吧？然后我要做干嘛？我要做一个圆周阵列，这里边有个阵列，有个线性阵列，往下拽开，做一个圆周阵列。这里边有很多种阵列啊，先学这个圆周阵列。圆周阵列它要给你个方向，这个方向选什么？哪个圆你就选哪个。你可以选这个圆，你可以选这条线。看了，你要注意左边这块哈，它是变化的。我可以选圆，我可以选线，我也可以选这么个东西。然后呢，特征我不想要这个圆角哈，不是它，这是它误选择出来的。我把它右键删掉了它是吧？我重新选我这个特征，选这个，选我刚才画了一个这个窟窿，挖的这个窟窿。然后你要给它一个什么呢？这里边添角度，添60吧，添60度啊，60度。那60度几个呀？5个，为什么给你5个，不给你整6个？6个也行，这就叫做阵列。什么叫阵列呀？按照一定的规则给你排序，把这个特征排序。排序的话，这个位置可以选什么？这个
以后给你讲，你现在只考虑，就其实它还可以选那个3D 草图啊。咱先从最简单的来，然后从面儿来，那么它就只是这样的。然后我确定一下，好看哈，不是没什么好看的哈。这个东西就是你要知道这原阵列是怎么搞出来的。就画到这种状态了之后，然后你可以点这里边看看它的透视图，你可以把这个那个实线隐藏掉。可以使用原来的原始视图，也可以使用这叫做线架视图哈，这叫线架透视图。哎，有很多种，有这么几种显示状态，这是根据你画图的不同需要，你可以给它显示成不同的状态。这通常来讲，我们都用它。当我们画到这儿的时候，有很多变化，是不是啊？咱又出现这个旁边的小星星了，然后 Ctrl+S 保存，重建保存，啊，保存了之后，你这个零件文件就出来了。文件出来之后，咱下一步大的啊，直接咱先把这个之前这个草图给它删掉它啊，这个草图挺碍事的，右键删除啊，然后呢，你这个文件就是完整了，保存一下，然后从这里边有从零件制作工程图，你也可以直接选直接新建哈，直接点工程图确定。工程图的时候，下边的内容啊，你不用管，你创建的工程图一定是和我不一样的。下边的这个主要标题栏什么东西跟你不一样哈，跟你没关系，这都是我们后边要讲的。先把它会，你看左边这块啊，它会把模型视图给你零件4是吧？啊，咱还是起个名吧，回来哈，把它起个名，另存第一个零件。啊，他改了个名儿哈，然后我用 Ctrl 加 Table 啊，是切换你的2个环境，一个这是零件 ，Ctrl 加 Table 是工程图，到工程图了，因为我刚才我新建了个工程图是吧？然后呢，视图布局里边你可以选标准3视图，你可以用模型视图，再选择模型视图啊，你会发现这个左边这个已经打开的文档。双击这个第一张零件，然后那个你就可以往右边拽了，放在什么位置你随便选这里边。然后你发现鼠标还在这上面呢，是吧？这是让你建立这个零件的投影。你往左放，你就是左视，往这个位置；往右放，你发现这个视图的角度不一样，是吧？咱往左放一个，还没断开，再放右边一个，还没断开。再往右下角放一个，这就是最基本的3视图。那它现在永远不断拉，按一下 ESC 把它取消掉，哎，这个3视图就整出来了。不操作了怎么办？把这个投影没做出来，那么咱假设你刚才没做出来啊，点一下主，这叫做主视图，你放进你的工程图里边的第一张图，这就叫做主视图，然后点一下右键这块投影视图。又开始给你这么个搞出来了，然后放一个旁边。哎，通常来讲的话，咱中国人用的是第一视角哈。至于哪个视角你也不用管哈，你现在就知道我这么操作，你也这么来就是了哈。现在3视图就出来了，3视图出来了之后，注解里边又出了一大堆尺寸是吧？我同样我跟你说，你现在只需要记这个智能尺寸就完了。智能尺寸，把你刚才。你想这个零件哪些是你用得着的？这个尺寸和100这不一样吗？那么我干嘛要添它？我用不着添它，所以说我往上来了。哎，这个是高度是没有的是吧？我点一下上面这儿，然后这个尺寸有没有用？没用啊。实际上这个尺寸是不需要的。实际上你需要的是哎，在这儿智能尺寸，点一下这个线，点一下这个面儿。这个尺寸才是有用的，因为你这个圆角啊，咱回头是要标注它的啊。你要把这个尺寸标注出来。哎，你发现在我做智能尺寸的时候有很多选法是吧？我可以选这个面儿，然后把尺寸放起来，也可以选这条线和这条线选2个。哎，我做到这儿的时候，你发现这会儿多出了个小月亮是吧？这个小月亮很有用啊。这个小月亮，当我点这个位置的时候，你
你发现它直接给我放到上面了，我放下边之后，它给我一个合法合理的尺寸。为什么它要有这么个东西啊？因为你有可能在这个同一个方向上，比如说我在标这个尺寸，你看我有选这个小月亮，它直接把其他尺寸挤一边去了，是吧？这个位置还很好看，最主要是位置好看一些哈。这个小月亮是这么个操作。然后呢，这个尺寸因为和下边是重复的，所以我删掉它，删掉一个。这个尺寸实际上是不需要的啊。这个尺寸因为它不关键，所以说我们要挑关键的尺寸。点一下智能尺寸，然后点这个圆角。这个是一个4方形的月亮是吧？我点一下这个位置。少说了一个事儿哈，少说这个比例的问题啊，就是说当你把这个模型拖进来之后，你觉得这个模型啊太大了，从哪儿调啊？你进来一个视图之后，你点这个视图，这叫做视图啊，这叫做主视图，右视图、辅视图，然后你这里边有个比例往下拽，这里边使用一个自定，你不想用图纸比例，这两个有啥区别啊？这个你先甭管哈，先管这个比例，1:5。1:10，1:2，快捷的方法是点这里哈，不用选视图，直接从这里边，这就是使用文档尺寸了。这个萨卢多斯它有点 bug， 这个东西老是看不着。这就是使用的是文档尺寸，它调的是什么？它调的是文档的文档的比例。但因为我这个东西啊，我刚才用的是自定义比例。而不是说图纸比例，这就是图纸比例。你如果用的是图纸比例，你可以从这里边调。你这个视图扔进来的时候，你不是说你想要的方向啊，你想要的主视图是它，那怎么办啊？那你就把它点一下这个视图，然后给它换一个方向。看到了哈，它这就是主视图。它如果要是把它换成后视图呢，也是可以的。到这儿的时候，你发现我这个视图和这个视图，它俩差不多是吧？没有重复存在的价值是吧？那么我现在我不想要这个视图怎么办？这尺寸我是不是标完了？标完了的话，按住 Ctrl 点一个尺寸往下拽到这里边，哎，你就发现这个尺寸也干到这儿来了。同样的方法，我再操作一遍，哎，这两个尺寸就挪到这边了。然后呢，这个视图我不要了，不要它了啊，因为它俩尺寸差不多嘛啊。那么，但是我要干一个什么事儿呢？我要添加一个抛视图。抛视图啊，我点哪儿了？点视图布局，然后这个剖面视图，然后你这里边要选方向哈，这里边有四个方向，前两个最基本的，然后我们选第一个，这是竖着抛的啊，我就点圆心，它会给我抓，点方向确定，然后往右边来，这里边这个抛开了，相当于 BB 是一个抛切面。啊，一刀砍下去，然后你就能看到里边的内部构造，所有的虚线的，这都是实体部分。什么叫实体部分？就是当你画模型、画零件的时候，你看，当我画完了一个零件的时候，这边多了一个文件夹，这里边有个叫做实体，这就叫做实体文件夹。然后它为什么起名叫阵列哈？因为我最后一个特征叫阵列，这个名字不重要哈，你只要知道这个实体文件夹，我们画出来了一个实体实心个体，这叫做实心个体。不是说里边挖个窟窿就不是实心的哈，就是只要它不是面儿纯粹的面儿构成的，那么它就叫做实心个体，就叫实体。然后我们回来之后，然后你把里边的内腔全都看明白了，然后这里边你再去添加你什么尺寸去啊？比如说这个坑的深度，我就点一下，我可以从这儿点，可以这么直接标，也可以像刚才一样哈，我从这个面儿点一下，这个面儿再点一下，点个小月亮，哎，然后它这个深度全出来了。当我画完这儿的时候，你注意，刚才我有个圆角忘了画了是吧？那个圆角其实是对我来讲的话还是很重要的啊。那么我很希望把这个圆角能够显示出来，然后怎么办呢？你可不可以呀？咱还是用这个智能尺寸啊，尽量鼠标点，让你知道我是从哪儿干出来的。你可以这么标，但是更好的方法是什么？因为你的视图是给谁看的？你的视图是给工人看的，工人他会不会注意到这么一个
不大丁点儿的这么一个小箭头加一个小圆角啊，他可能不注意到这个事儿哈。你要知道你做图的目的是什么？你的做图的目的是为了给工人看，工人按照你的尺寸来给你加工。当你想要强调这个事儿的时候，你怎么办呢？你要加一个局部视图啊，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尺寸再先删掉它，不要它了，然后加一个局部视图。这个局部视图你可以从这儿做，也可以从这儿做，这都可以啊。我从这儿做吧，我从这儿做啊，然后点一下中间，然后画了个圈儿，哎，这个圈儿完了之后啊，然后你发现我把这一个圈儿里边的内容都整出来了，然后把它拽到旁边去，哎，拽到旁边上面写个什么333哈，你这个字母你可以换成个 K 啊，换成个 K， 说明啥意思啊？说明我这个局部视图是从这块来的，并且这个局部视图的比例是1:1，可不可以换成更大的？可以，当然你可以像刚才那样调整比例，比如说2:1，啊，这就放得更大一点，然后你把它放得近一点哈，好看一点。这纯粹是为了舒服。然后呢，你觉得这个线还不好，那么你点一下这个东西，可以咱换一个我经常用的相连啊，这里边就相当于我这个视图和我刚才这块有条线哈连上了，是一个表现你这个局部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哈。那你光表现局部了，这个尺寸标哪儿啊？把尺寸你得标在，咱还从这里边哈注解啊，这个智能尺寸，然后把这个尺寸放在这儿。这是一个什么操作？这就是一个强调的操作，告诉你这个地方很重要，你给我加工，按照我的图给我加工啊。当我给你做到这儿的时候啊，你又发现问题了啊！我这张图纸不够用了，装不下了，那咋办呀？方法一是直接调比例哈，你这个调比例的话，不管你怎么画哈，不管你画多少内容，只要调比例的话，你知道一定能塞得下，对吧？但是说你更好的方法是调整换图纸是吧？你这张图纸现在只有一个 A4 的图纸，跟我们那个教材的那个大小差不多哈。那么更好的方法是换成 A3 的 A2 的图纸，这样才能把你所有的详细的尺寸都标进去。但那个有点涉及到什么文件位置啊、图纸格式啊这些东西，咱往后讲哈。咱接着还继续我们下边的内容啊。我们首先熟悉软件的大概的内容啊。接下来我要干嘛呢？我要标这两个孔之间的距离啊。你看这两个，因为它这是一个剖面孔是吧？剖面孔，我想要从这个孔的中心到这个孔的中心，这是两个圆孔之间的距离。那么我怎么办呢？选这个中心线命令，选中心线啊，选它。然后呢，我点这个面儿，这实际上是个面儿哈。你看我这是个窟窿是吧？所以说我点这个面儿一定是个圆柱面是吧？所以说这个中心线直接在圆柱面正中央给我画出来了。如果不是个圆柱面怎么办？我点这条线，再点这条线，哎，你发现画出来的效果一模一样哈。我只是告诉你两种方法。然后呢，这两个孔之间的距离。点它一下，点它一下，中心线这就出来了。但是中心线出来了，它是个80，只说明这两条线是它的距离是80。实际上我要的是什么？我要的是这两个那个圆孔的那个在圆上的距离。那么我这个写80合不合理啊？不合理哈！你要点这个尺寸，我现在要修改这个尺寸，我把它前边我加个操作哈。你看这个叫 DIM 是什么东西 ？Dimension 啊，dimension 的一个缩写啊，它是一个软件内嵌的一个公式，所以说不要碰这个所有带尖角号的啊，在这个尖角号旁边我添加一个 phi。啊 phi 进去了，你看我右边这已经是 phi 了是吧？但是它左边写的并不是 phi mode 什么 dimension 什么乱糟糟的这些东西，那么你这个尺寸就变了。这是一个修改尺寸标注的一个方法啊。那么同样的啊，我要标注这些孔怎么办？这些孔我要点这个孔标注，然后我选择一个孔，看它是 phi 6贯穿是吧？啊，你 phi 6贯穿合不合理啊？啊，你光那是几个孔啊？我这是6个孔，一眼你就知道了。但是有些时候啊，你比如说你做16个孔怎么办啊？那你就在后边手敲一个什么？这会儿是会告诉你啊，它这里边原本是公式，我现在的动作在破坏公式。破坏公式好不好？当然不好啊。
但是说有些时候，你为了实现机加工的时候，就是很有必要做这个破坏公式这个动作啊。他说你是不是要继续？你要继续啊。然后呢，通常我的写法会乘以是，比如说这是6是吧？那如果要是16，那你就写16啊，你这个写在这里边。为什么这个线和这个字样这么难看？这个我不跟你讲，以后再说啊。这个东西的话是，以后咱再讲字体的时候，咱再说这些事儿哈。你现在所要做的就是了解这个软件大致它可以做什么哈。到这儿啊，这节课哈，我的目的是为了让你大致了解一下这个软件大概可以干什么，不要去纠结小细节哈，不要去纠结小毛病。有些像比如说刚才我说这个。文字怎么和横线干上了？这不是你现在操心的问题。怎么做一个工程图？怎么做一个零件？怎么标尺寸？怎么上拉圆孔？怎么设图纸尺寸？然后这是不是做完了？这张工程图做完了，保存一下，把它保存到这个第一个零件。这会儿我要说一句啊，刚才零件叫做第一个零件点 SLDPRT。但是你这个保存工程图的时候，你是不是要这么搞？你要不要这么搞？这是很多入门的一个新手经常干的事儿。这个事儿是一个最垃圾的一个习惯，绝对不要动这个东西。为什么？咱以后说，一定要零件叫什么，工程图就叫什么，因为它们的后缀是不一样。什么叫后缀呀？SLD、DRW，这后缀是不一样的，所以一定要跟零件一模一样保存。